关心则乱，你今天露出的破绽太多了，你太着急了，拼了命的缩短我们拿到毒粉的时间。之前询问嫌疑人的时候，你故意把小虎提在了最前面，果然，我们询问完就得到了有用的线索。当我们到了小虎家的时候，你又露出了另外一个破绽。当时老黄只是倒在了地上，在法医还没有给出死亡证明的时候，你却脱口而出，又是一个线索又断了。你为什么会用这么肯定的语气说一个趴在地上的人已经死了？除非是你杀了他。我只是想逼问出毒粉的下落。我不知道他有心脏病，这个事情法医会告诉你。他的胸口有施救按压的痕迹，我尝试过施救，但失败了。但我也看到，老黄的胳膊上有很多被烟头烫伤的痕迹。这是我下手最轻的一次。一直有2个点我没看明白：第一，你怎么知道老黄就是投毒者的？第二，你拿到了毒粉，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专家团，而是来陪我们演戏呢？你接着说吧。什么意思？我不回答，要送我去巡捕房吗？先去医院。救你的老婆和孩子是第一位。前面堵车了，我抄近道。谢谢。无论什么原因，你这么做都是不对的。如果是小曼呢？也会这么做。你提前就知道老黄和病毒的事儿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，是金不败告诉你的。你昨天晚上一定偷偷跑去见了金不败，而你不愿意回答第2个问题，就说明金不败和你达成了某种交易。你要继续帮他完成一些事儿，所以你还要隐藏自己的身份。魏峰，现在的问题很简单，就看你选择相信谁，是相信金不败还是我。他那天问了我一句话，让我失去了冷静。什么话？他问我还想不想再看一眼孩子。他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我注射了他给我的毒针，7天过后发作。想一想，是自己太贪心了。我曾经做过那么多坏事儿，以我的背景，还有圆圆这么一个好女人爱我，为我怀了孩子，我死也值了。不，你也要平安。圆圆需要一个丈夫，你的孩子需要一个父亲，而租界也需要一个英雄。魏峰，魏峰，病毒的成分我们已经分析出来了，再给我半天时间，我们就可以做出解药了。不过，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，你太太的状况比以前更糟了。圆圆，再撑一会儿，解药马上就做出来了。啊？等处理完金不败的事情之后，魏峰会向我们巡捕房自首。下面请魏峰说一下老黄的情况，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，马上提出来。首先，老黄是金不败的人，先后向4个人投毒，分别是龚永强、陈大力。等等，不是5个人吗？
那他也不会傻到向自己的亲生儿子投毒吧？应该是小虎调皮，不小心碰到了黄包车上的毒粉。我明白了，他把毒粉撒在了黄包车上，也就是说，那4个中毒的人都坐过他的车，也都见过他。可他为什么还敢把儿子送到医院去啊？这么一来，他不就得天天见到那几个中毒的人，不怕被认出来吗？老黄非常的谨慎，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另外一家小一些的医院，但他没想到，被我们硬生生的给拉在了一起。至于郭永强的死，应该是他认出了老黄。说的没错，在他死前那天晚上，他问了老黄很多问题，让老黄有了警惕，才起了杀心。哎，叔，哎，您是不是做黄包车生意的？我记得我刚来这儿那天出火车站就是坐的您的车。是吗？小伙子没记错？不可能记错的。我记得那天一下您的车啊，我就开始有些头疼。您那车之前拉过什么人啊？会不会有传染病之类的？应该没有。要是真有传染病，那不得先传染我？也对。老黄用的是什么毒啊？听老黄讲，他用的应该是金不败给他的另外一瓶毒粉，也是远远中毒的那瓶，黑色和蓝色的粉末。我想他是为了让郭永强没那么多的时间纠缠他，所以想让郭永强病得厉害一点。但万万没想到的是，2种毒粉混在一起，却变成了烈性的病毒，立即要了郭永强的命。那郝医生呢？他为什么要杀郝医生？那是因为郝医生查房的时候发现了老黄装毒粉的玻璃瓶，他也问了老黄，这装的是什么，同时也嘱咐老黄不要给小孩乱吃什么东西。老黄心里发慌，才笨拙地想出了这个一石二鸟的办法。所以他让小虎在病房里跳 tango 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，而他趁机去杀了郝医生。魏峰，你还是被金不败给算计了。什么意思？老黄自作主张，在没有得到金不败的指令就害死了2个人，而且还暴露了自己。你了解金不败的为人，你说他会怎么处理？立即除掉。没错，借你的刀除掉他。金不败主动告诉你老黄有毒粉，让你去逼问他，但老黄有严重的心脏病，很容易死亡。就这样，他不仅除掉了不听话的手下，而且还让背叛自己的人犯下了人命案。这就是第2件案子。也许从金不败选定老黄的那一刻开始，就把他当成一个弃子用，利用他有心脏病会死的缺陷，可以随时让一个对手顶上杀人的罪名。没错。但现在还有一个好消息，你有80%的可能性会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。金不败给你注射的毒应该是假的，不然他也没必要用老黄的死来拖你下水啊。果然是金不败啊，最喜欢玩这种人心游戏。哦，对了，那天我走的时候，他让我给你带个假消息。什么消息？后天上午8点。不对，按照现在的时间，应该是明天上午8点，会有一辆假牌照的货车袭击水厂，向水厂投毒。他要向全城投毒。小刘，召集所有的弟兄，排查这辆可疑货车。今天夜里在水厂的各个路口设下埋伏。您别急，探长，魏峰刚刚不是说了吗？是金不败带给罗非的假消息。不，金不败的消息有真有假，我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。既然是明天上午，那我们今天夜里提前堵住他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现在几点了？下午4点半。探长，马上给工农局打电话，让他们立刻关闭水厂的所有管道。现在？对，现在马上，一定要赶在4点3刻之前。成了。是真的。这是我身为探长应该做的。水厂刚刚遇袭，发生3级爆炸，凶徒往净水池里投毒。幸亏之前我们给水厂打了招呼，关闭了管道，毒水没有流出去。应该是小型土制炸弹，幸亏罗非猜中了。
好让我们早有准备。你们2个人带几个人，按照先前预案分头行动。是，好吧，走，接着跟我走。叶长青带着20多个警探已经去了水厂，我估计水厂那些凶徒一个也跑不了。金不败在这个游戏里还是输了。回头，回头，别动！别！几位兄弟，法租界的深牢大狱，要不要了解一下啊？罗非，你是怎么知道他会在这个时候投毒，而不是明天早上8点呢？因为早上8点不是用水的高峰期啊，一天中用水最高峰的时候就是下午4点3刻到5点3刻之间，是市民做晚饭的时候。如果选择投毒的话，那就肯定会在最高峰的时候下手，怎么会选择早上8点呢？而到明天早上8点之前，只有现在是用水的最高峰，下午4点3刻。我去看看圆圆。我跟你一块儿。圆圆，你才刚好点就坐起来了。魏先生，是我让他坐着的。我们刚刚给魏太太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，一切正常，母子平安。谢谢。那你们聊，我先走了啊。罗非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水厂有个小管道没有关掉，是专供水厂家属楼的。有多少户人家？139户，共325人。他们都喝了毒水吗？正像罗非说的，正是用水高峰之际，家家户户都在做饭用水。怎么办啊？我去找金不败，我陪你去。你不能去，你去了只会刺激他。小麦，你跟我去。好。跳得好，张嘴就给糖吃啊！是不是有事要求我啊？说。水厂家属楼有一些无辜的民众误饮了先生的毒水。哎，你说有些啊，325条人命啊，在你罗先生嘴里，只是有些。是我一开始判断错了一件事儿。哦，什么事？你早就治好了毒药，所以你自首进监狱，并不是为了见这个留美归来的化学博士，也不是为了获得病毒的方程式，你是为了灭口，好让我们永远也弄不清这个病毒的特性。那个化学教授是被关进监狱里啊，我听说他第2天在监狱里用裤带自缢，围罪自杀，这和我有关系吗？是你说服了他，让他自杀的吧？你说呢？金不败，你别太嚣张了啊！那好，那接下来的游戏，你想怎么玩？罗非，这就对了啊！这几天啊，你表现得很不错，我非常满意啊！你先是破了我的密室，又捞出了魏峰，哎，你还猜对了叶溪水厂的真正时间。既然表现得这么好，没有什么奖励吗？当然有。你知道我这人从来也不吃解药，可我这一次，我做了，我就是为了奖励你。哎，我准备给139户人家，每家发1颗解药。那根本就不够啊，总共有325个人呢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他们自己决定给谁吃吗？啊？但是我信上可写得很明白，解药不能分开吃，否则会死得很惨。
所以你游戏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折磨这325个人？这可不是折磨呀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用爱来解决这个难题。魏峰背叛我，是因为爱上了个女记者。我的母亲骗我杀了我的亲生母亲，是因为我爱我的母亲。我从小就知道“爱”这个字是他妈最大的谎言。你杀了……哦，对了，我没告诉过你们，自我8岁那年。我的母亲突然告诉我，我的父亲勾搭了一个坏女人，想要害死他。我很生气，我当然很生气。我从厨房找了把刀，我使劲就一刀，我一刀，然后我杀了那个坏女人。可结果，我杀的女人，杀的坏女人，才是我的亲生母亲。她才是我的亲生母亲。小妈，立刻通知探长，让他们阻止所有人吃解药，那个解药才是毒药，快！好。你刚才说解药不能分开吃，否则会死得很惨，这句话很奇怪。为什么分开吃会死得很惨，不分反而会活？这让我想起了郭永强的死。他和第一批被感染的人一样，只有流感的症状，不足以致命。但是老黄晚上给他吃了另外一种毒粉，也就是傅媛媛中毒的毒粉之后，他立刻暴毙，而傅媛媛却过了很久也没有死。这就让我得出一个结论：第一种毒药不致命，第二种毒药也不致命，但是第一种、第二种加起来，它就是剧毒。所以这就是你设计这个游戏的目的：吃了解药的人反而会死，而交出解药的人就会活。好了，继续跳你的舞吧。哦，对了，魏峰和傅媛媛现在已经离开了上海，而你这一辈子都待在这儿吧？哈哈哈哈！送罗神探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罗非，电话里说霍文斯已经醒了，我们去看看。啊，请。开门。病人现在还有点虚弱，我再去人药。好，谢谢啊。没事。霍医生，医院已经帮你检查过了，说没有大碍，所以又把你转回了监狱的病房。我不能回去，我回去会被他们打死的。
你昏迷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“小心 Captain 金”是什么意思？我一直在帮你调查 Captain， 我发现他在秘密联系一个叫做金不败的人，这里面一定有大阴谋。你放心，罗非已经破坏了金不败的投毒计划。我近距离的观察了 Captain， 我发现他一点都不傻。你不是之前检查过，说他确实痴呆了吗？他聪明绝顶，太会演了，而且意志力惊人，连我都被他骗了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我没有看出来，是有一次他睡觉，我听到他说梦话，竟然提到了小鹿。小鹿，小鹿本来不用死的，是我的疏忽，是我亲手把他送到 Captain 手上。他不是早就被判定为痴呆了吗？但他临死之前写下了 Captain。开门。罗非，你干嘛去了？罗非，去找 Captain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是怎么伤害小鹿的？说话！别任性了，说话！罗非，你冷静点。我的东西掉了，东西掉了。你们怎么不问问这个傻子，他什么东西没了？你知道Captain他有个强大的犯罪组织，这家伙神志清醒的时候，曾经联系过我，想让我统领他的青龙会，可我不感兴趣。青龙会，青龙会是这傻子花了硕士年心血打造的，总有一天你们会碰到的。对了，传说这个傻子带了一块明朝皇帝的玉佩，是他们整个组织的信物。你别再一口一个傻子了，他比谁都聪明。哼，他绝对傻了。罗非，你问个傻子，你比他还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糟了！你怎么了？立刻封锁监狱周边5公里的范围，全城通缉霍文斯。张老板，拿东西。
走吧。先生，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。霍文，哎，干什么呢？别动！快追！快！来人，快追！开枪！停下！ 停车！快！哪儿？我跟你说啊，在这个租界范围内啊，各个交通要道，咱们兄弟呢都这个部署好了。刚才霍文斯开车呢经过了这儿，奇怪。 他为什么会走这儿呢？都跟紧一点，预备，别让他跑了。霍文斯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赶紧下车投降吧。 老飞，霍文斯，你已经被包围了。陆飞，你别过去！退后！危险！你不知道在所有人全部退后！去吧。 你注意安全。神探，我的事儿你都知道了？ 其实这一切都是你的安排，包括入狱。你入狱之后，主动要求协助巡捕房来调查 Captain。小曼还认为你良心未泯，但实际上，你的目的就是接近 Captain。你想要激发他潜意识中的记忆碎片，就像你当初教我们如何辨别安平和汪雪茹那样。其实每个人内心里面啊，都有一段痛苦的回忆。这些回忆会埋藏到自己的潜意识里。 一旦受到某种刺激，比如说一首歌、一幅画，这些回忆就会涌上心头。你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想知道明朝皇帝玉佩的下落。这事儿你也知道？有了玉佩，你就可以接手 Captain 的犯罪集团，从而当上新一任的 Captain。不怕告诉你。 事实上，我已经掌握了 Captain 的人手和资源。难怪晋商会为黄河灾区募捐的那笔巨款不知去向。我之前还一直奇怪，那个疯疯癫癫的老 Captain 在监狱里，怎么可能办到这件事儿？那笔巨款让我在集团里树立起了极大的威望。 但是有一些元老还在怀念上一代 Captain， 希望他能够回来，还老拿玉佩说事儿，我没有办法。
只能进趟监狱，和上一代的好好聊聊。霍医生，你已经是全上海首屈一指的心理医生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事？一个再优秀的心理医生也改变不了这个世界。想要有所作为，就要有势力。我知道，以你的能力，很快就能知道我手底下有多少人命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你得不到我的证词了。这是什么呀？还记得吗？莫非？我也有一个。我已经在这个桥上布满了炸弹。你们的命都在我手上，罗非。只要你给我一条生路。幸好罗非刚才让我们往后退了。都没事吧？啊！妈的！大家都冷静。罗非，让他走。奇怪，他为什么会走这儿呢？刚才在来的路上，我就一直很奇怪，你为什么会选择一条对于你来说逃往租界最不利的路线？直到刚才我才明白，你应该总共有4个引爆器吧？而这座桥刚好有4个承重点。可就算你引爆所有的炸弹，也不足以炸毁这座桥的钢铁桥身，最多就是把路面的水泥路给炸塌陷。而你真正的目的，就是制造混乱，伺机逃跑。而我现在所站的区域，就是你提前设计好，发生爆炸之后最安全的落水位置。所以，你才会把汽车不偏不倚地停靠在这儿。可你现在不在这个安全区啊，就算你引爆炸弹，你也逃跑不了。别动！你确定你判断的就是对的？你们敢跟我赌命吗？小曼，相信我吗？往前走10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
9、10。一起。你刚才引爆的是桥东的第1颗炸弹，而我手上的是桥东的第2颗。罗飞，你要干什么？别胡闹！一共4颗炸弹，现在已经引爆了2颗，剩下2颗炸弹全都在你脚下。你敢引爆吗？